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 Polly。接下来我们的 Hands-on 课程进到了资料筛选的第二个度量筛选。刚刚有听过，跟大家分享过维度筛选的部分，接着我们到了度量筛选。那什么时候我们进到度量筛选呢？例如说，我们有个情境是，我的客户有很多嘛，那每一个客户他可能在我们公司的贡献度其实是不一样的。例如说，他可能从营业额25000到我们这个 data， 我们看一下哦。最后到5块的都有。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只想针对营业额的某一个区块，我只想看有1万块以上跟我们交易的客户，这个营业额有突破1万块以上的客户有哪些？那我们就可以把营业额放到我们的筛选条件。那接着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筛选出营业额大于1万的呢？那因为我们都是要看你现在要分析的，例如说，它从过去到现在的每一的营业额的总和，它要大于刚刚讲到1000万，不是说1万块，那我们就可以按总和，接着按下一步。那刚刚有提到这里从最小从4块钱到最大25000都有。那我这边提到的，我希望我要看的是，我的范围是我希望有1000块以上。那以上到哪里其实我不 care， 所以我只知道我最想要看的是1000块以上，那我就会选一个最小值，这里输入1000，然后按套用，可以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我们要的资料。那边套用出来之后，可以看到的话是，请相关值1000啊，我们刚刚提的是1万以上，不是1000以上。我想说怎么这么多数据？好，我们再多一个0，1万以上，这样数字应该不会很多。好，确定。好，那这样子就可以跟老板说，老板，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营业额有超过累积营业额有超过1万的客户有这些就是这几名，大概总共才21个标记，左下角这边有个21你就不是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在做分众行销或者是分众的去 push 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只针对我们的重点的客户去捞出名单，这个就是我们在度量值的一个筛选的方式。那刚刚其实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 sales 把它放上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放有总和也有平均数，有的没的。那平均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进到平均数，其实它有点像是客单价的概念。那可以想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Seven 跟全家的分析人员，我想要找客单价平均超过多少的，这时候我们就是用平均值去做了。那当然你就是搭配你是要在这个范围还是最小是多少最大多少的这个方式去输入你要的结果，你也可以用拖拉的方式去显示这个都是在做度量的筛选可以去达到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试试看这个平均，例如说如果我们不设限范围，我可以看到客单价有可能是2块钱，也可以到1700的这个客单价都有可能。那我们跟刚刚一样，我想要找客单价是大于1000的客户出来这样子我就找到刚刚如果我们看加总大于1万的有21笔，但是我们这一次是找平均每一次的消费单价都大于1000块的，哇，这个一出手都很大方的客户有哪些？就会有这几个。那这样子的就这样子我们就捞出我们想要的资料了所以你不是说只有用总和的方式去做筛选，我们也可以用平均数的方式。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真的吗？这几个的平均都有到1000以上吗？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下拉。那我之前有提过 Tableau 这边的聚合都是预设是用 summary 总和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改成平均数，我们就下拉我们刚刚的这个栏位，接着呢选择到度量，把它改成平均数就可以了。那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平均数上面的呈现？它就是有看到每一个客单价都有超过于1000的部分。好，那回到我们刚刚再融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度量的筛选，它跟维度这边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你可以针对数据的区间，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好去联想，因为我们以前就很常的那个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去筛选出我们要的数据。那另外就是说，不是只有总和可以去做筛选，我们也可以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这种统计的方式，例如说我去找出它的最大值啊、最小值，这个都是一种方式。只是我们比较常的就是用总数或平均值去达到我们的效果。OK， 那以上这个就是度量筛选带来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做到度量筛选。谢谢。